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我就喜欢看赵丽颖狼狈的样子。接着说风吹半夏，虽然部分剧情有在刻意美化女主，但这部剧的女老板足以吊打许多国产职场剧的女老板。仅凭一点，这里的许半夏多数时候是狼狈的、艰难的、笑脸迎人，甚至点头哈腰的。我真的受惯了国产职场剧里的女强人，一个个高跟鞋踩到飞起，见谁都一张扑克脸，知道的说她是领导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来走秀的。目不斜视，爱答不理，员工打招呼都不带回应。入职第一件事骂人，上班第一件事甩脸，工作第一项任务让助理去买咖啡。求了，我特么多多少少也上过几年班，见过的女老板、女领导没有10个也有8个，就没见过这样狂拽酷炫的，恨不得把全公司得罪光才开心。这种低情商能混上领导才怪。女老板啊，那是在男人堆里抢饭吃的一群人，是王者中的王者，人精中的人精，哪是仅凭穿的一双高跟鞋，走的一身好猫步就行的。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，生活中越是身处高位、手握重权的，对人往往越谦和、越客气。小组长可能经常骂人，董事长很难轻易骂人。董事长在电梯里遇到你，只会笑眯眯问你伙食怎么样，工作压力大不大，最近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了。倒不是真的关心你，而是源于一种教养和习惯。一是营造亲民形象，夯实自己的基础盘；二是他犯不着骂你，犯不着给你坏脸色。骂人也是要讲究对等的，就像武侠小说里大宗师绝不会轻易跟初出茅庐的小辈对招一样，太自贬身份。越自重身份的人，越懂得这个道理。不信看看新闻联播，30几年了，我就从没看过哪个领导对平头百姓横眉怒目，那不是都是握小手、笑眯眯，要多亲热有多亲热吗？就连向来以暴脾气著称的董明珠，也知在员工犯错的时候甩脸，没有一大早进办公室就找晦气的。人家不仅会笑，笑起来还很亲切呢。因为职场中的很多事就是靠和气谦恭解决的呀，尤其是创业初期。我一看到电视剧里那些高跟鞋踩得飞起，妆发从来一丝不乱，永远在高档精致的西餐厅里吃牛排的女霸总们，就脑瓜子嗡嗡疼。都不知道是编剧没上过班，还是导演没上过班。发家致富哪那么容易？真正的女老板，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。要么跑业务跑到腿冒烟，一天10几个小时连轴转，别说踩高跟鞋了，累得腿都抬不起来；要么喝酒喝到胃穿孔，在男人堆里拼52度高粱酒，喝到呕吐，喝到瘫地上起不来；要么加班加到月经失调，什么妆容精致优雅迷人，晚上回家能先卸妆再倒下就不错了。更不会永远只在高档精致的西餐厅吃饭，忙起来有口盒饭吃就感恩吧，还要什么鱼子酱？要做人上人，就得吃苦中苦啊！就拿自媒体圈来说吧，我知道好几个博主都是生完孩子第2天就开始工作的，出门在外赶稿那是家常便饭，飞机上、地铁上、商场门口、公共厕所边，没在马路牙子上打开过电脑的博主都不是好博主。那不然呢？个个都去踩高跟鞋了，谁来干活啊？做生意的更惨，求人求得脸都不要了，给客户接孩子买菜做保姆，又是陪笑又是鞠躬，伏低做小低声下气，别说给你几记白眼几次闭门羹了，就是打你骂你也得受着。你不受，自然有人愿意受。站着赚钱只是极少一部分人，大多数人的第一桶金，要么来源于极致的好运，要么就是靠受苦受累受罪，身段软手段硬。资本的原始积累
总是带血带泪的，要么是别人的血泪，要么是自己的血泪。但我很好奇，国产职场剧好像并不善于展示血泪的一面，他们只喜欢拍女老板们穿着高跟鞋在黄浦江边喝卡布奇诺，多新鲜啊！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女老板们最爱喝的不是卡布奇诺，而是提神醒脑的冰美式。这就造成了很多小姑娘对成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以为成功就是体面，就是好看，就是一天换3套裙子，就是坐在独立办公室里看黄浦江。想什么呢？许半夏这样的才更贴近女企业家的生活。低三下四陪笑脸，求人带自己做点小买卖，这里被敲竹竿，那里被恐吓，搞不好分分钟进局子。每一次改革都是阵痛，没人、没技术、没经验，都要一点点摸索。一个不慎就踩坑里，轻则被骗点小钱，动辄倾家荡产，一无所有。光鲜亮丽的锦袍底下爬满肮脏恶心的虱子，一块白手起家的生意伙伴会因为利益背叛，也会因为立场不同分道扬镳。信任的人在背后捅刀子，讨厌的人却不得不迎合，明明厌恶到极点，又不得不摆出一张笑脸。表面光鲜，杯里疮痕，一边得到，一边失去，坚忍和承重才是成功的必需品。爱马仕不是，高跟鞋不是，鱼子酱更不是。女性的出人头地，从来都是一部真刀真枪的血泪史，跟粉红色泡泡没有1分钱关系。只是很遗憾，很少电视剧会告诉女孩子这些。他们给女孩子编造了一个面向黄浦江喝香槟的梦，却从不告诉她们梦想的代价是什么。只告诉你口红的色号和包包的配货，从不告诉你深夜的应酬和苦读的寒灯。我曾跟许多年轻女孩聊过天，听她们讲对光鲜生活的向往，要买什么牌子的包包，什么牌子的手表，有2面墙的独立大衣柜，柜子上摆满红底鞋和珠宝首饰。她们觉得这就是大女主，或者说这就是通往大女主的道路。每一次，我都只想大声呐喊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通往大女主的道路上，绝不只有这些，这些太浅薄太表面了，甚至都不值一提，算个屁啊！真正通往黄浦江边360度全景、落地式大玻璃窗独立办公室的，是日复一日的深夜苦读，是在枯燥繁杂的数据里，一遍遍抬起头又一遍遍埋下头，是不得不去的应酬，不得不见的人，是需要不断刷新的专业技术和技能认证，是不得不啃的历史遗留硬骨头，是沉下心、豁出力、拼得很、舍得寡的一条荆棘路，是旁人看到了会说一句啊，许半夏吃的苦，我是真的吃不了，他发财是有理由的，而不是啊，他的高跟鞋好好看，办公室好大，扑克脸好酷，原来这就是大女主啊！啊呸！大女主听了只想一屁股坐死你。